大家好，我是末端，欢迎来到科技梦星云。这期已经讲了 Cloud Code 从基础到高级的操作方法，这一期来讲它的一些花活，主要就是看一下 MCP、图像处理、恢复历史对话、上下文压缩，尽量就使用一个例子，尽量就一次性把这些全部都讲完。话不多说，直接开始讲。上期我们已经看了如何在 Mac 和 Linux 上安装 Cloud Code， 如果你要的是在 Windows 上使用的话，会需要使用这个命令。这个是在 Windows 上安装 Cloud Code 的命令，不能在 CMD 里，必须在 Windows PowerShell 里使用这个命令安装 Cloud Code。另外再快速讲一下历史回溯，比如说我们已经进到了项目文件夹底下，我们使用 clone 命令就可以开始使用 Cloud Code。如果你需要有历史的记录，就需要加上-c 这样一个参数。但有的时候如果忘了，直接用了 clone 命令进去以后，怎么样回溯历史记录呢？按斜杠使用 resume 命令，你也可以看到历史的记录。这个是之前进来过退出了一次，这个是之前做的一次启动，选中按回车，这样你也可以进行历史回滚，按 ESC 退出。因此我们就可以知道，在 resume 命令下，即便你一开始只使用了 clone 命令，没有使用 clone -c 也可以进行历史回滚。继续用上一次的那个 checklist 作为例子，我们来看一下更多的操作。使用这个命令进入到 Cloud Code， 给一个叹号，使用这个命令查看一下，它是没有 cloud.md 那个文件的。一般情况下，对于创建任何一个项目，第一步都要是使用 init 命令创建 Cloud Code.md 这个文件，这个文件就是一个基准的行为文件。稍等一会儿就会出现问题，它会问你要不要有 Cloud Code， 我们选第二个，这样同时模式也已经改成自动授权的模式，很快 Cloud Code 就生成好了。Cloud Code 就是一个基准行为文件，或者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整个项目的概览。使用 memory 的命令，在这里你就会看到三个选项，这三个选项，第一个选项是 project level， 第二个选项是 user level， 第三个选项是 auto memory， 这个之前也解释过了。我们在这里就选择 project memory， 也就是说只要用这个 project 的人都会有这个记忆，这样你就看到 cloud.md 在 ES Code 里面已经打开了，然后你就可以开始给 cloud code.md 添加一些新的规则，比如说 CSS 的颜色均要使用变量，防止硬编码，断点是768，使用 mobile first 的这个策略。然后每次用 Cloud Code 打开的时候都会说欢迎回来，发送。稍等一下，要求已经添加进来了，但是没有使用自动授权的模式，我们选第二个也一样，按下 Shift 加 Tab 选成这个 Auto 模式就行了。这个 Cloud.md 的文件它支持英文也支持中文，你甚至可以中英文混编啊。我们等一下退出去再进来你就会知道。好了以后我们去看一下结果，回到终端用 exit 的命令退出，用 Cloud 的命令再次进入，进来以后你就会看见欢迎回来，用这个命令查看一下 Cloud.md 添加的东西也都在，因此我们知道 Cloud.md 就是 Cloud Code 的一个基准行为文件，你是完全可以一直向它添加各种内容的，当然要考虑一下文件的大小尺寸，而且它支持中文英文，或者你中英文混编都可以的。.md 就是这么一个东西，它可以设置好各种各样的规则，方便你对项目进行开发。现在很多的设计稿都是通过 AI 工具直接设计的，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Cloud Code 设计稿图片的处理能力，让它能够直接参照设计稿生成结果。既然要做页面的重新设计，我们就要先看一下目前这个页面长什么样，让它在浏览器中把当前这个项目打开，这样就在浏览器中打开了。这是一个简单的界面，我们觉得这个界面比较简单，希望它能够变得漂亮一点。我们可以借助网络的 AI 设计工具，比如说 Stitch， 这个是 Google 的，目前还免费，需要有一个谷歌的账号，你可以直接点一下 Try Now， 也可以向下拉，在这里点 Start Design。 如果你有已经登录的谷歌账号，就会跳转到它的这个页面里。它的这个界面也很简单，左边是例子，右边是主对话框，它可以设计移动端产品，也可以设计网页端产品。如果你有自己喜欢的设计体系，可以点一下这个画板一样的按钮，然后把你的自己的设计体系给导入进来。接下来的这个按钮是可以选择模型，为了快速出结果，我们就选 Gemini 3 Flash。接下来是这个 Start Live Mode 这个按钮，它是创建一个项目，然后你就可以在这个项目里面不停的优化你的设计，通过多次和 AI 进行对话。点一下就会出现一个全新的项目，你可以在这里面跟它不停的对话，进而最终在这个画布中完成你的设计。如果你想导出，就在这里；如果你不需要了，点这个3条杠的按钮，选 Delete Project， 再选 Delete Project， 就回到这个主界面。当然我们最终是要让它放到 Cloud Code 里面去用因此我们首先要拿下它的 API Key，
点一下用户按钮，在这里你会看到一个 Stitch Settings， 点这个按钮，在这里就会看到 API Key， 点 Create Key， 这样 API Key 就创建好了。向下拉，复制一下，把这个 API Key 保存到你本地一个方便你复制粘贴的地方，然后点一下 Setup MCP， 在 Client 底下点一下，选择 Cloud Code， 复制一下这个 MCP 的 API Key， 保存到本地一个你等会方便复制粘贴的地方。这个 API Key 和前面的这个 API Key 是一样的，然后点一下这个 Copy 的按钮，它颜色是黑色的，不太好看啊，但是点一下就会复制啊，然后把它复制粘贴到本地啊，把这一段有 API Key 的剪切出来，专门粘贴放在旁边，一会儿就会用到。这些保存好以后就可以退出了，但是一定要保存好，因为这些只会出现一次啊。点回头，选之前创建的这个项目，点一下它的 title， 给一个自定义的名字，给一下提示词，让它设计一个 checklist 的 app， 把 agent log 打开。奇怪，这里好像不能生成，没关系，退回去，到主界面上给相同提示词制作 checklist app， 可以选 app 也可以选 web， 我们就选 app 吧。点发送就会开始自动帮你设计页面了。你可以改一下它的名字，因为这个名字是自定义的。实际上我们创建了第二个项目，第一个空项目就不管它了。很快你就可以在这里看见结果。如果你想看得清楚一点呢，就点一下这个播放按钮，在这里它就生成了一个预览的画面。点回头，另外你选中它，这里还有更多的预览选项，你可以在手机预览、tablet 预览、桌面预览。这次我们选一个 tablet， 那 tablet 的预览就长这样。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 Cloud Code 对图片处理的能力，也就是图生 UI 的能力。直接截个图拖到 Cloud Code 里面，当然你也可以保存在桌面，比如说桌面，然后复制粘贴进来。它粘贴进来命令用的是 Ctrl+V 啊，即便你在 Mac 里面，它用的粘贴图片进 Cloud Code 的命令也是 Ctrl+V。没关系，我们已经拿到这个图片了，因为我们刚才已经拖进来了。我们让它根据这个图片升级一下这个 app 的 UI， 回车发送。我们之前是已经打开了原先的 app， 它改好以后，我们就能看它的界面的改动了。很快就全部改好了。这里要一个 approval， 我们就选第二个，然后就可以直接看一下它的结果了。这个修改的结果还是很不错的，与原本的是基本一致。随便给一个东西，点添加，它就是会添加。点一下删除，它就会删除，再添加一个，点一下编辑按钮，它也能编辑，打勾一下它就会划掉。看一下中文和英文的转换，中英文的转换也是工作的。看一下日期，日期也是工作的。当然大部分时候仅凭图片无法做到与设计稿一模一样，这个时候就会需要使用 MCP 来把设计稿直接导入到 Cloud Code 里面。MCP 是什么呢？简单来讲，它就是 AI 工具，比如说 Cloud Code 和外部其他工具关联一起合作这样一个链接。 Stitch 也是有 MCP 的，首先会需要 API Key， 这个 API Key 我们之前已经拿到过了，我已经保存在本地了。它官网也是建议拿到 API Key 以后要 save in a secure location， 反正你自己觉得安全的一个地方吧，保存起来。然后就是要安装 MCP 了，我们要用的是 Cloud Code， API Key 会用在哪里呢？就会用在这里，把 API Key 替换掉这一段就对了。复制这个粘贴到你本地，然后把你的之前复制保存的 API Key 那一段替换掉这一段，然后复制这个，回到 Terminal 用 exit 命令退出一下，清空一下页面，粘贴你刚才的安装 MCP 的命令，我们来安装一下 MCP。记得这一段要是你自己的 API Key， 输入安装命令以后按回车就可以开始安装了。我是已经安装好了，我们用这个命令来查看一下。如果你也安装好了 MCP， 你又会在这里看到 Stitch， 因为我们安装的就是 Stitch 的 MCP， 它的状态是连接的。用这个命令再次进入 Cloud Code， 之前的欢迎回来也依旧还在。换言之，它就是在 Project Level， 也就是只要用这个 Project， 它就一直会有欢迎回来这样的一个记忆。使用 MCP 命令来管理一下 MCP。目前我们就只安装了 Stitch 一个 MCP， 按回车，这样进去就可以看到它更多的信息。状态是已连接，授权是已授权，因为你是给了 API Key 的。选一下 View Tools， 看一下更多详细信息。这里是它的一些工具，没关系，我们直接按 ESC 退出，再 ESC， 再 ESC， 这样就退到对话页面。给一个提示词，让它使用 MCP
连接到 Stitch 设计稿，让它对稿升级 UI。如果提示词比较长，就按 Ctrl+G， 这样它就会跑到 VS Code 里面，我们就可以在 VS Code 里面来修改。告诉它要用 Stitch MCP 来进行修改，要保证与 Stitch 的设计稿一致。最后还需要设计稿链接，回到 Stitch， 在设计稿名字这边右击一下，选 Copiers， 选择 Copy Link to Selection， 粘贴到这里，保存，关掉。这样提示词就显示在 Cloud Code 里面了。按回车，他问要不要使用 Stitch 的 Get Project 的工具，选要。他问要不要使用 Stitch List Screens 工具，选要。现在又问要不要使用 List Design System， 选要。这样它就开始工作了。现在问要不要使用 Get Screen 的工具，选要。看上去它已经找到了 Stitch 上相关的设计稿，选允许使用。稍等一会儿，这样看上去就是好了的。看一下这个界面，不错，这个新的界面修改之后，已经和 Stitch 的设计稿非常接近了。这个就是使用 MCP 外联通道能够达成的效果。当然了，这个不是没有代价的。token 还是花了比较多的，因此要通过 compact 这个命令压缩上下文，进而减少 token 的使用。给了 compact 命令之后，按一下空格，在后面你会看到它是可以跟上一些其他的要求的。这些要求应该是一些详细的什么东西要保留的。给了 compact 命令之后，按空格，后面你就会看到它是可以给一些备注的。这些备注是关于什么东西要压缩，什么东西不要压缩。如果这个 compact 要求比较复杂，你也可以按一下 Ctrl+G 啊，我们到这个 VS Code 里面来修改啊。修改好了以后保存，退出，回到 Cloud Code 里面，命令变成了这样。我们再次按一下 Ctrl+G， 回到 Cloud Code， 删掉多余的东西，保存，关掉。现在这个命令就可以正常使用了。按一下回车，我们让它进行上下文的压缩，以减少 token 的使用。顺便说一下，网上现在是有很多现成的设计稿的，这些设计稿大部分也都是免费的，你可以随便看随便用啊。好的，那记忆就保存完毕了。给一个提示词，让它修改一下中文的按钮，使之对页面内所有文字都有效。按下回车，我们看一下压缩完以后，它对于 token 减少使用这件事有多大的作用。token 是肯定要花的，之后会讲如何使用免费的 AI 模型，其实效果是差不多的，尤其是写代码而言。这些依旧是原汁原味的 Cloud Code， 所以用的是 Cloud 模型。之后还会讲如何用免费的 AI 来代替 Cloud AI， 这样就基本可以免费了。另外还要讲 Agent Skill、Sub Skill、Hook、Plugin， 就这么一些花活。不错，很快就做完了，热更新也已经生效。我这个修改要求是一个比较小的修改要求，它是使用了2100个 token， 和之前类似的效果比起来有略微的下降，大约是下降了200到300个 token 吧。好的，我们来看一下结果。点一下英文就全部变英文了，点一下中文就全部变中文了，基本还可以。压缩上下文之后效果不错，而且 token 的使用确实是有略微的下降。这期主要讲的是初始化项目生成 cloud.md 文件，这是一个基准行为文件，然后是图像处理和 MCP 的使用，以及压缩上下文减少 token 的消耗。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试一试。顺便再说一下， Windows 用户要安装 Cloud Code 用的是这个命令啊，请点赞订阅支持我的创作，谢谢。